Hello there. Oh, this sucks. 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。听完开头的降噪效果，那么这个效果是如何实现的呢？去到相应的电商网站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声卡和效果器，然后找到相应客服，让他给你包调试、包教包会的调试。除了上述提到的纯硬件方式实现之外，一般是通过声卡搭配 DAW， 也就是数字工作站，而我是通过软件的方式对音频进行处理，所用到的就是 EcoRes APO， 一般就是通过这些作为宿主，搭配 VST 插件对音频进行处理。VST 插件比如热门的 iZotope 或是本期会用到的 QHas。有了这些工具之后，我们可以对音频进行处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均衡器 APO 呢？既然有分软硬件，那么软件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声卡相对软件来说的成本会比较高，同时声卡因为是硬件，稳定性也会比软件的方式强。在兼容性方面，声卡会比较强，是因为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硬件，或是 DAW 数字工作站对声音进行处理。EcoRes APO 呢，是因为是非盈利的开源软件，更新看开源社区，所以导致兼容性会比较差。比如 VST 插件只支持 VST 2与部分 VST 3，同时只支持 Windows 平台。在我们决定好数值之后，我们需要 VST 插件。我们一般会用到的是降噪、噪声门、去齿音、均衡器、压缩器、混响。一般的处理顺序就是先通过降噪去除噪音，然后再进入噪声门去除降噪之后以下的底噪，然后再去齿音，用于去掉发声时比较刺耳的高频声，然后再通过均衡器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频率或是不需要的鼻音噪音，然后再通过压缩器避免爆麦，再次进到均衡器调节需要增强的人声频率，最后再通过混响效果增加人声的空间感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安装 EcoRes APO，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安装相应的 VST 插件。我们来到这个 EcoRes APO 的主页，点击下载按钮，下载完成安装程序之后打开，点击下一步，我同意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安装，弹出设备选择窗口。选择需要的设备之后点击确认，完成安装之后确认，确认，点击完成，完成安装。安装完成之后，在 Windows 键打开的开始菜单中就会有这些。我们主要使用的就是这个 Edit， 用于应用 VST 插件效果的编辑器。这个 Select 是设备选择器，用于选择需要应用效果的设备。如果设备效果不生效的话，在设备选择器中选择设备，勾上故障处理，切换安装模式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就通过 Windows 键加搜索，找到控制面板，打开声音，找到无法应用效果的设备，然后点击属性，在这里查看一下是不是勾上了禁用所有增强功能。如果是的话，就把这个勾取消，然后点击应用，打开 Edit 编辑器，删除默认配置，添加配置文件，方便归类效果。在打开的目录中，右键新建文本文档，重命名文档，最好不要有中文。完成之后，点击那个绿色箭头，打开新建的配置文档，添加设备。选择需要的设备，再添加所需的 VST 插件。建议把 VST 插件放在当前目录下，方便寻找。
可以顺利打开面板，我们这最基础的降噪配置就配置完成了。所需的效果因人而异，最简单的就是只添加降噪。这边除了降噪外，再推荐加一个去滋声，然后再根据自己需求看需不需要添加混响，增加空间效果。如果收音环境杂音多的话，可以再添加一个噪声门，减少背景噪音。如果需要更好的音质，可以再添加压缩器跟均衡器。如果需要增大音量的话，可以添加一个增音效果。根据自己的收音环境，把增强效果放在合适的位置。也可以通过正在使用的 BST 插件里的增音效果来增加音量。我们先来到 IONOS 降噪插件的 GitHub 项目页面，我们先点击这里的 Release， 然后跳转到这个页面，点击运开头这个文件下载。下来我们会得到一个压缩包，打开这个压缩包，来到这个路径下面，这两个文件就是我们需要的 BST 插件。我们来到这个 KiloHouse 的安装器页面，点击这里进行下载。下载完成之后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压缩包，我们把文件夹出来，运行着第一个安装程序，就会来到这个页面，然后点击这里，这边输入你的邮箱，点击这里进行注册。根据内容填入邮箱、昵称、密码，这两个姓名可以不填，底下的接受广告推送可以不打上勾。填完信息之后点击注册，注册完之后在这边输入你的邮箱，点击这个按钮，之后你的邮箱里会收到这封邮件，点击前往验证，在这个页面打上勾之后点击认证，就会跳转到提示登录成功的页面。返回安装程序，这边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，把这两个打上勾。点击右下角的应用，选择需要安装的插件，本期会用到这个插件。选择完成之后点击安装，安装完成之后点击 Street 完成安装。进入到 TT-Z 的下载页面，点击下载，拓展到注册页面之后输入邮箱、密码，只保留同一条款的选项之后点击注册。注册完毕之后重新登录，重新来到下载页面，点击下载。来到产品页，点击下载。下载完成之后会得到这个压缩包，解压之后运行这个安装程序，然后根据页面提示进行安装。同一条款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选择64位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完成。来到 TT-A-NORA 的下载页面，下来点击这个第二个下载，然后弹出用户条款，点击同意并下载。下载完毕之后会得到一个压缩包，根据压缩包获取 BST 插件。下步骤跟 TT-A-NORA 都一样，选择第二个进行下载，同意条款后进行下载。获取压缩包里面这个 DLL 文件，就是我们所需的 BST 插件。来到 Dragonfly River 的 GitHub 发布页，点击这里，跳转到这个页面，选择以 Windows 60为结尾的进行下载，然后下载完成之后打开压缩包，来到这个目录，在这个杠 BST 插件点 DLL 的后缀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 BST 插件。我们把下好的 BST 插件复制到这个路径下面，根据自己的需求，用我前面提到的实例，这3个从简至繁的效果进行配置。第一个配置只用了降噪、去滋声、混响；第二个配置多用了一个噪声门；第三个配置比第二个配置多加了均衡器和压缩器。如果用 IONOS 后声音不正常的话，是因为这个插件只支持48赫兹的音频输入。在控制面板里的声音，进入到麦克风属性里的高级，将你的默认格式调整为16 bit 48赫兹。同时检查增益功能里禁用所有增强功能，确认没有勾上。TT-Z的参数设置需要监听麦克风或是使用音频处理软件进行测试。勾上 filter 后调节中间的阈值旋钮，直到听到声音为止。如果通过监听麦克风的方式，记得调整之后点击右下角的应用效果。调整完阈值旋钮之后，切换右下角4个频率范围，找到比较适合的齿音。然后再调节左下角的压缩比和锐度旋钮，先调压缩比，再调锐度。压缩比越小，声音越自然；锐度的数值越小，声音越自然。测试完毕之后，记得点击 OK。
混响我建议用 Room Reverb 房间混响，用预设效果就还可以。根据需求切换到合适的预设效果。需要比较空旷的空间效果，可以使用 Hall Reverb； 需要突出人声的层次感，也可以用 Play Reverb。当然也可以组合使用。仅通过降噪效果不能够消除环境杂音，或者需要更干净的人声，可以添加噪声门。主要调节收音阈值和释放时间。收音阈值根据自己的收音环境大小进行调节，释放时间一般建议在200毫秒到350毫秒之间，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调节。想要更进一步美化人声的话，可以再添加均衡器和压缩器。均衡器主要分别调节低、中、高音频频率。我这边用到2个均衡器，分别为减益和增益。减益用于降低不必要的鼻音、水音、气音等声音，增益用于美化人声。当然也可以只用一个均衡器。压缩器是用声音细节为代价，换取声音响度的稳定。压缩器的应用分为3种方式。第一种，轻微损失声音细节，只降低过高的声音，防止爆麦。第二种，更进一步的损失声音细节，提高整体响度，使人声更加清晰。最后一种，较大程度的损失声音细节，能够较大程度的提高响度，主要用于确保声音听得见。我们可以应用自带的预设，再对阈值和压缩比进行调节。阈值越小，压缩器作用的范围就越大，声音的细节损失就越大。压缩比越高，被压缩的音频响度就变得越小，声音细节损失越大。设置完 BST 插件之后，我前面配置没提到参数，用默认的预设就可以。其他参数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自行查询了解对应的参数效果。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中提出。Nice job.